抄家那日，府上乱作一团，向来不喜我的嫡母和刘嬷嬷将嫡姐的衣物套在我身上，让我替嫡姐受罪。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便是这后府的嫡女。要是说漏了什么，我要你好看。要想活命，就管好你的嘴。你们几个往哪跑？我苦命的女儿，走啊，快走啊！嫡母一边哭喊，一边推着我往前走，可她的目光却始终盯着后门方向。看来姐姐是想留下和侯府共患难啊！你替了你姐姐是你的福气，若敢声张，我就让刘嬷嬷拔了你的舌头。姐姐想当丫鬟，我自然如她所愿。君爷，那里是我的贴身丫鬟。这都是新铺的甘草，夫人小姐请。这些寓意最是人精，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敢得罪侯府的主子。多亏了姐姐愿意让出这嫡女的位置。叫唤什么？都给老子消停点！一天就这一块，抢不着的就饿死！这原是我的下场，这样倒是看不出半分侯府嫡女的样子了。如今倒是便宜我了。你给我等着！你这个下贱东西，那是你嫡姐。嫡姐？母亲怕不是记错了，我才是侯府的嫡女，不是吗？我竟没看出你是个外憨内奸的，平日装的乖巧，心却如此狠毒。不仅母亲份好，李代唐章这种自损800的损法子，也就您能想得出来。你姐姐是何等身份？你这卑贱的胚子，即便只是沾了她一星半点的高贵，也该感恩戴德。母亲，您可小点声吧。姐姐如今哪还有什么身份？她穿着那身丫鬟的脏衣裳，在牢房里可就是最低贱的仆役。你这个好个贱蹄子，真当自己是主子了？老奴这就替夫人教训你。差点忘了还有这个老货。原本这牢房只关我和嫡母，偏他心眼多，非要硬跟进来伺候着。都是阶下囚，谁又比谁高贵呢？你这逆女，你竟敢打刘嬷嬷！你个贱！君爷，嚷嚷什么？找死吗？我要告状，我府中下人贪得无厌，抄家时竟敢私藏财宝。胡说什么？老奴什么时候？你疯了！藏着财宝，好啊！我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鞭子硬？进大牢前都给我听清楚了，身上但凡值些钱的都得交出来，谁若敢私藏，那就是欺君之罪。不是我的，君爷，这东西真的不是我的，是这贱蹄头塞给我的。敢如此当众辱骂主子，可见他定然早对我有所不满。君爷，这种刁仆的话绝不可信。头儿，鞋底还藏着2张银票。不对，还有什么？还偷了我几颗成色极好的珍珠。出门前，我亲眼看见他从我的匣子里拿走的。头儿，衣裳都扒光了，没找到。曾听闻有些下人偷盗主家财物，专选那些小巧圆润的吞入腹中，以此躲过搜身。那种法子，除非剖开肚子才能看见。君爷饶了我吧，我若真吞了珍珠，明日也总会泄出来的。珍珠这东西最是娇贵，若是沾了那种肮脏之物，便彻底废了。夫人救我！夫人！此人身染重病，还想谋害主家，多谢君爷为我处置恶仆。你真是好手段！全仰仗嫡母宽容。方才刘嬷嬷跪在地上求您救命，您从头到尾可都没发一言呢。母亲，您在抖什么？是那声音太吵，扰了您的清静？我竟没想到你是个如此蛇蝎心肠的！他陪了你多少年，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真晦气，除了下水什么都没有。你不是说有珍珠吗？东西呢？邻家小姐消遣老子可是重罪。没找到吗？那许是旁人拿走了吧？
既然有人私藏，那就搜个彻底。你们这些当主子的，互相手脚干净点，互相搜身。至于那些下人，母亲，您再动一下，我就帮君爷认认人。当真是慈母心肠。你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就不怕刘嬷嬷半夜来索你的命吗？母亲大概是被气糊涂了。您这些年亲手断送的性命还少吗？您做的那些恶事，难道就不怕半夜被索命吗？那是他娘跟小厮偷情生的野种，我好心留他一命，你们可别让他带坏了府里的风气。风水轮流转，也该轮到他尝尝跌进泥里的滋味了。奉天承运，林家谋逆，圣上有旨，判侯府男子流放3000里，女眷悉数冲入教坊司。至于这些仆役，统统交由人牙子领走，当众买卖。教坊司，不能！还好，我早有准备。蓉儿躲过了这一劫，只要她能活着出去，总有翻身的机会。总好过落得冲入教坊司，生不如死的下场。愚蠢！真不懂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了保命，竟给嫡姐弄了个丫鬟身份混出去。他们怕是忘了，有了这身丫鬟的身契，在那人牙子眼里，她就是可以互通买卖、任意践踏的贱籍玩意儿。姐姐，你可要好好活下去啊！君爷每日巡查辛苦，这刀若不仔细养护，怕是会损了锋芒。还是林二小姐懂事儿，不比那边的。君爷心善，这几日若非您关照，我怕是熬不过去。那送别的日子，行了，看在你这份心上，头那边我去求情。狱卒，本夫人也要去。我是侯府主母，那是我的夫君。你们这群下贱东西，还不快给本夫人准备马车！主母，林夫人，您还没睡醒呢。放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等侯爷面见圣上，平冤昭雪，我定要你们！再吵，老子把你舌头割了！只有二小姐能出去，你给老子老实待着。母亲，你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我会帮你转达。曼曼，你去见你父亲，一定要把这个交给他，给你父亲，让他路上买通差役，照顾好幼儿。你要知道，只有府里男丁好了，你将来才能有靠山，你才能好。女儿明白，这就送父亲和弟弟一路安稳。女儿身无长物，这几日攒了又攒，才省下这点干粮给父亲路上吃。你入了教化营，凭这张脸定能在那富贵帐里立足。记住，多多与那些高官攀谈，想法子让他们为我转还。你要知道，只有父亲好了，你以后才能好。父亲的心意，女儿全明白。风大路长，父亲快趁热吃了吧，到了前头可就没这清静时候了。这林家也是够冤的，偏偏撞在贵妃失子的枪口上。谁说不是呢？那贺礼送过去3个月，小皇子中毒身亡，圣上正愁没出撒气。谁都知道林家是那幕后黑手的挡箭牌，贵妃跟林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可圣上信了，这就叫谋害皇子。林侯爷也是糊涂，圣上如今看见林字就心口疼，只要他还活着一天，圣上的雷霆之怒就息不了。这林家女眷哪有出头之日？不管是圣上在迁怒，还是在保护真凶，这都不重要了。父亲，只要您还活着一日，圣上就会不喜一日。行了，吃完了就滚回队伍里去，启程了。父亲，这路您走好。刚才送走那林侯爷，我看他那魂不守舍的样子，怕是活不到流放地喽。活该！听说这位爷当年在太夫人孝气里就管不住下半身，在外面弄出个私生女，为了名声连名分都不敢给。见到你父亲了吗？见到幼儿了吗？银票给了吗？他怎么受得了这种苦？母亲，我对不起您，我没能拦住父亲和弟弟啊。你说什么？我刚赶到，就见弟弟吐血不止，疼得满地打滚。他死前满嘴都是血，还拼命喊着娘我疼，救救我。官差说父亲自知谋害皇嗣有违圣恩，不愿受辱，便带着弟弟一起羞愧自尽了。你说什么？不，我的幼儿，他怎么敢带走我的幼儿？他还那么小，小年纪就心思毒辣，折腾下人的法子不计数。这种祸害死在路上，确实是顺手救了旁人。比起不知在何处罪的嫡姐，弟弟好歹在父亲身边走了，不用再受这世间的苦谱。母亲，你应该高兴。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这副蛇蝎心肠？亲爹和亲弟弟死了，你居然还能说出这种风凉话！你这没良心的贱蹄子，你简直冷血无情！母亲这话真是伤了女儿的心。我这一心一意为了您和弟弟着想，怎么就成不识好人心了呢？滚！
滚！你给我滚远点儿！我看见你就恶心。林夫人，你母家洛阳王氏派人来了，圣上开了恩，要把外嫁女接回家中照顾。果然是世家大族，在这京城里，圣上面前，到底还是有几分面子和说话的力量。给林夫人收拾一下，准备放人。你这贱种，得意的太早了。等我母家来人接应，你就能和你嫡姐换回来了。到时候你还是那个卑贱的庶出，而玉容依然是王家的娇客。母亲，难道没人告诉你吗？咱们出去之前，每个押解的人可都是要画像、按手印的呀。画像？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侯府嫡女这个名头，我要定了。快点，画像、按印，一个都不能少。上头查得严，玉容，就怕有人偷梁换柱、买人替罪。看什么看？按印！这几日他只顾着幻想嫡姐归来，半点没发觉这大牢里的规矩。此刻按了这印，我便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没有姓名的庶女了。从今往后，我就是林玉容。公子，这便是夫人的母家亲眷了。看来大爷还是心疼妹子，派了您这嫡系长房的大公子亲自来接。哼，你以为按了印就赢了？大宅院里的事，外面这些官差可管不着。等入了我母家王府，你的生死照样拿捏在我手上。这便是玉容表妹吧？容儿见过表兄，若无表兄，容儿怕是见不到今日的太阳。表妹快快醒起，是表兄来晚了，竟让表妹在那种安杂地方受了这些苦楚，都是表兄的罪过。成哥儿，此番真是多亏了你，小小年纪办事就这般滴水不漏，想得周到，果然有咱们王家嫡系的大家之风。姑母客气了，这都是侄儿该做的。表妹当心，慢些走。林夫人，您的马车在后面。好得很。真是不知廉耻，当着我的面也在那勾引大公子，你这下贱胚子，果然和你那没骨头的娘一个母亲这话严重了。方才见少兄时，女儿可有半分出节的举动，分明是她自己见色起意。若非要说这勾引二字，那也该是她在勾引我。巧舌如簧，你以为按了个手印你就真是玉容了？你心里清楚，你与他半分血缘都没有，哪来的脸一口一个表兄的叫着？对，成哥是我的亲侄子，只要我把实情告诉他，他定会救玉灵出来。你笑什么？你这贱种笑什么？我笑母亲活了半辈子，竟还是如此天真。跟他相处这些年，我早就看明白了，他性子莽撞，行事半点不知遮掩。以往能掌控侯府后院，全靠那个死掉的刘嬷嬷在背后出谋划策。离了刘嬷嬷，母亲真是连半分脑子都不剩了。您难道忘了刘嬷嬷是怎么死的？是你害死了他！是我又如何？若不除掉他，母亲的愚蠢又怎能暴露得如此彻底？您只顾着在牢里做您的主母梦，连关闭出门要画像、按收印这种死规矩都不知。若我是您，在消息传出那刻就该托人传信给王家，哪怕砸锅卖铁，也要先把嫡姐买下来藏好。可您呢？您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押出去的人越来越多，看着嫡姐像牲口一样被卖到了不知名的人家，成了最低贱的奴。你闭嘴！我要去告诉程朗儿，我要让他杀了你！告知表兄，然后呢？你觉得如今的王家会容许你这个出嫁女给家族带来欺君之罪的风险吗？母亲，您可得想清楚了，王家是百年的清流世家，最重名声。若是让他们知道您玩了一手李代桃章，您说王家是会大张旗鼓的去镇国公府买回嫡姐，还是为了保全全族，先杀了这屋里剩下的人，把这足以灭族的欺君之罪给彻底捂下呢？我知道你这小贱人见不得我好，即便我死，只要林家还有根在，你就永远翻不了身。你别忘了，我还有大儿子。母亲说的是那位在边关宿守，立了半分功劳，便觉得自己能顶天立地的大哥哥。哼，淮安已经死里逃生，被贬为庶民，他迟早会回来接我。只要他在，我便还是林家的
正门主母。是啊，林怀安，那个当初帮着嫡姐一起折磨我的大哥，侯府倒台，圣上开恩只把他贬为庶民，倒真让他逃过一劫，真是可惜。那女儿便陪着母亲一起等大哥哥衣锦还乡。那位林夫人是怎么了？自从住进来，那偏屋里的哭声就没断过。谁说不是呢？听得人心慌。听说是在牢里受了惊，整日里念叨着什么儿子女儿的。这世道，女人离了男人果然是活不了的。她如今没了侯爷撑腰，那一门心思全扑在那个边关回不来的儿子身上了。她当然要指望大儿子，毕竟在她眼里，那是她唯一的翻身资本。她心中憋闷，每日自怨自艾，哭得肝肠寸断。表小姐，洗漱的水备好了，是温热的。公子临出门前特意交代，说您在牢里受了委屈，得好生养着，吩咐咱们这偏院的一应大小事，全听您的主意。表小姐，您吩咐找的那个人，小的带到了。王家在京城的产业多，打听个把人费不了多少功夫，统共也就用了半日。办事倒是利落。表兄虽然不在府中，但你们能如此尽心，我定会替你们在表兄面前美言几句。多谢表小姐提拔，那女子正在偏门候着。小姐，我姐姐陶红打从抄家那天就没个音讯，求您大发慈悲，告诉我她到底被卖到哪儿去了。小春，快起来吧，你是陶红的亲妹妹，她伺候我多年，我也一直记挂着这份情分。说起来，就像小春最是惦记陶红，这世上怕是只有我最惦记嫡姐了。我随口吓唬了嫡母几句，她怕牵连到远在边关的大儿子，竟当真连找都不敢找了。只要能找到姐姐，小春当牛做马也会报答小姐。小春倒是真心疼她姐姐，就系我骂姐姐，我也是真想让姐姐疼。原本我不该告诉你的，可看你寻姐心切，我实在不忍。你姐姐陶红在林家出事前就被人害死了。谁？是谁害了我姐姐？当时简碧身边的人都说，是因为陶红办事不力，冲撞了主子，活生生被杖毙了。简碧，你姐姐伺候我良久，这些银子你拿了去，走得远远的，好好过日子吧。不，我要找到她，我要让那个女人为了我姐姐的命付出代价。那丫头啊，长得倒是不错，被卖到贵妃母家镇国公府去了。可真是太巧了，侯府因镇国公府落难，镇国公府又因侯府死了小皇子被全京城指点，两家恨得死去活来。嫡姐这回算是羊入虎口了。磨蹭什么？火要是灭了，把你这贱蹄子剁了喂狗！小姐，成了，我买通了那府里的几个婆子，他们日日欺辱那女人。哼，昨儿个把她的床铺全弄湿了，让她只能在雪地里蹲了一宿。她带去的月钱也全被偷光了，饭食我让人拌在狗食盆里。见她不敢反抗，他们更是有恃无恐。这折磨人的法子倒是和林家后院里的一脉相承。她现在被整治的连觉都不敢睡，一有风吹草动就哆嗦，瞧着面黄肌瘦的，比那府里50岁的厨娘都要老相。辛苦你了，你这孩子心眼太实，以后千万别再提什么报恩的话了。小姐真是天底下少见的善人，等我亲眼看她断气，就来报您的恩情。善人，夜里想起他对我感恩戴德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想笑。陶红若是活着，估计得拉着他妹妹离我远远的。固然是我使的计，但想到这一切都是小春为了林家小姐和自己姐姐的情分，倒是为她可惜了。嫡姐马上就要被这情分所伤了，而我和那陶红可是半分情分也无。情分？我和陶华哪有什么情分？当初他为了讨好真正的嫡姐，那双手不知在我身上拧了多少次，青一块紫一块，躲在被子里都不敢哭出声。情分没有，仇倒是不少。哼，贱蹄子，又在主子面前现眼，你都想谁啊？贱蹄之啊！你还敢顶嘴！住手！侯爷饶命！是这贱婢。我虽不在意你的处境，但绝不许人伤了你的脸。这张脸日后还要为林家换来富贵。这奴才不长记性，拉下去，乱棍打死。被乱棍打死，已经是我好心求情的结果了。可惜谁让我是这府里不起眼的人呢？这求情也没什么作用。小姐，事情办成了。慢慢说，别急。我按您的吩咐，
在那府里闲聊时，故意把简碧原来是侯府主子贴身丫鬟的事捅了出去。那镇国公府的主子们正愁没处发泄侯府带来的晦气呢，当即就发了话，要亲自见见这个侯府出来的贱婢。那些夫人小姐最爱在宴会上攀比，简碧那张脸，他们若见了，定能认出她是林家那个高傲的嫡女。她果然如你所说，怕露了本相，拼命想遮掩。她弄了姜汁，想让脸红肿避祸，我就趁她不备，偷偷把一品红的汁液混了进去。小姐，她现在满脸都是红疹，整张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吓死人了。小姐您真是料事如神，竟然能猜到她会用那种法子躲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年前他就曾在我脸上试过。他曾想用姜汁变美，可惜啊，一品红可比姜汁厉害100倍。我不过是体贴，帮他达成了夙愿，沾上一点儿便是要落疤的。他嫉妒了多年，想了一辈子，可他不敢在侯府时，怕要躲着几个月不能出门。如今到了镇国公府，他倒是豁出去。那简碧顶着那张鬼脸刚出现在席间，当场就把镇国公府的那位千金吓得晕了过去。主子大怒，说他身带晦气，当场赏了30大板。那板子下去，肉都烂了。听说没人给请大夫，现在腿也瘸了。这下你姐姐在那边也该能合眼了。小姐大恩大德，小春这辈子当牛做马也报答不完。快去吧，别让人瞧见了。你这贱种，我就知道你不安分。这几日你背着府里偷偷勾结那个市井子，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心思。陈哥，你已经派人去查了，是不是搜出了证据？你快让他交代，到底在谋划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表妹，从那女子家中确实搜出了不少你的贴身旧物，你怎么解释？表兄若是还信蓉儿一分，便请屏退众人。蓉儿羞愧难告，只想单独与你解释。你心里没鬼，有什么不能当众说的？陈哥，你别听他的，依我看，他定是在外面养了奸夫。这种败坏门风的荡妇，就该乱棍打死，扔出去进猪笼。姑母慎言，跟我来书房。表妹，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表兄，蓉儿确实认识那女子，那女子其实是蓉儿从前贴身婢女的妹妹。她不知何时偷拿了蓉儿的小衣，这几日她以此要挟，多次入府勒索财物。若让外人知道表妹的私人流落在外，蓉儿就真的活不成了。表妹，快请起，莫要再说这些，是我虑事不周，竟不知你受了这等安杂气。表兄若是不信，尽管去查探，只需看那女子身上是否私藏了那件绣着蓉儿名号的旧衣，便能还蓉儿一个清白了。来人，去给本公子查，若真如小姐所说，那女子留不得了。只要嫡母不把简碧在镇国公府受难的实情说出来，谁能想到这背后的真正关联？公子，事情办妥了，那女子已经处理干净，东西也当面回了。表兄，那女子真的不会再出现了吗？蓉儿好怕那件东西落入旁人手里，蓉儿就真的没脸活了。这下便可以彻底安心了吧？只要有表兄在，绝不许任何东西脏了你的名声。表兄真厉害，这么难缠的事都能如此轻松解决，蓉儿心里真是佩服的紧。傻丫头，我是你亲表兄，我不护着你，谁护着你？母亲她也是命苦，有时她看着我，甚至会说出死的为什么不是你这种话。我知道她更看重家中的男儿，但我身为女儿，总要体谅她这一片。是姑母糊涂了，以后万事有我，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大公子，林夫人说她不愿看见表小姐，非要独自乘一辆车走在最前面。她不愿看见我，正好，也方便了我和表哥交流感情。经过这几日明里暗里的打听，这位表兄今年刚及弱冠，不仅未曾娶妻，房中甚至连个伺候的姨娘都没有。身为王氏嫡长子，他品学兼优，早早考取了功名。若无异议，他就是下一任王氏家主，前途不可限量。表兄，你看外面这风景真是清秀，不及表妹一分。蓉儿想下去走走。几日相处下来，我发现表哥还是很上道的。表哥，蓉儿如今家破人亡，身如浮萍，这王家大门深重，蓉儿只怕无处。蓉儿莫怕，有我在，我定会时时护你周全。接回来便接回来了，毕竟是出嫁的姑奶奶。去，收拾出后园那处僻静的小院。既然林家遭了难，你们便进去好生守孝。
守孝期间，一应吃食用具自有下人按时送进去。若无大事，不必出来走动。这名为守孝，实则与关禁闭无异了。那个贱人，当年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的。母亲，舅母何故对我们如此冷漠？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偏他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当年我还没出嫁，瞧着自家兄长身边没人伺候，好心给他送了几个妾室，谁知那贱人不仅苛待他们，还挑拨得我兄长从此再不见我。这话听得我心中暗骂他愚蠢，面上却不显。小哥，我初来乍到，见舅母治家严明，心里实在敬畏。只是母亲与舅母毕竟是至亲姑嫂，怎的这一进府，反倒像隔着深仇大恨似的？小姐，这您是不知情，咱们这位出嫁的姑奶奶，未出嫁前在王家那是出了名的。当年她还没出阁，就仗着老太爷宠爱，变着法的欺负咱们夫人。最离谱的是，她竟怕夫人独占了老爷的宠，接二连三的往自家亲哥哥房里送妾室，光是过了明路的就有好几个。送妾室给亲哥哥？可不是嘛，把咱们夫人的心都扎透了。所以啊，别看王家如今权势熏天，当初林侯府遭灾，咱们老爷和夫人那是半点手都没伸，由着他在后府被冷落。这次若不是怕外人说王家冷清寡义坏了名声，恐怕连这小院子都不会给腾出来。换作是我，早早和嫂子打好关系，出嫁后才有人。他倒好，把路全堵死。怎么又在修这些？仔细伤了眼睛。表兄，我不碍事的，我只想舅母能多喜欢我一些。这些绣活虽微薄，也是我的一片心意。莫怕，蓉儿，等出了这3年孝期，我便亲自向母亲提亲。我要让你做我王文成堂堂正正的正妻。真好，他又心疼我了。这2日送来的新鲜玩意儿，倒也值不少钱。这话传到了王舅母耳里。听说成哥最近总往那晦气院子里跑。林皇室，你这做母亲的，若是管教不好女儿，教她学了那些下三滥勾引人的手段，我不介意替你管管。夫人这是急火攻心，先开几贴药吃着，切记不可再动怒。那个贱人竟敢如此欺辱我！若是我父亲母亲还在世，他安敢如此？母亲，舅母到底说了什么？您先说重点。你从今日起不许再和你表兄碰面！你可知那贱人今日骂了我多少句不知羞？他骂你勾引男人，骂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但凡还要就别整天往男人身上贴。两情相悦，婚约也是他亲口许下的。母亲，这明明是2个人的事，您怎么单只说我不要脸呢？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表妹，姑母今日身子可好些了？母亲还是老样子，总说胸口闷，不愿见人。母亲，往后表兄来的时候，您可要慎言啊！如今我的身份若是多一个人，林家便多一分欺君的凶险。您总不想连累远在边关的大哥哥和受苦的嫡姐？不用在这试探我，我儿怀安就要回来了。等他一到，你这卑贱的胚子便再也翻不出浪花来。兄长，林怀安在何处？哼，你等死便是。嫡姐毁了容，瘸了腿，已不足为惧。但林怀安不一样，他是父亲最得意的长子，学了父亲10成的狠辣。若他回来，我必死无疑。这是我第一次做如此出格的事，主动闯他的书房，还真有点害羞。表兄，救救蓉儿！我听说哥哥有消息了，母亲怕我担忧，不肯告诉我。可他越是瞒着，蓉儿这心里就越是难安。我怕哥哥在外面受苦啊！表妹，快别哭了，你这样，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要玩那只猫，给我！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求求大姐姐别抢！不哭，哥哥替你拿。记住，打人不能光打皮肉，要打断他的筋骨脊梁，让他这辈子见着你都只想下跪。表兄，哥哥到底在哪儿？好了好了，告诉你便是。林怀安没去流放地，他已经在南都了，如今正设法联系旧部，看来是想图谋以后。难怪嫡母有恃无恐。表兄对我真好，等哥哥回来了，咱们一家人团聚，蓉儿一定要好好报答表兄。只是蓉儿最近总觉得心神不宁，想去庙里上香祈福。好，明日我便带你去，只要你开心，说什么我都依你。用嫡母的钱去买大哥哥的命，这笔买卖才叫圆满。这是1半定金，去南都
杀林怀安。施主好大的手笔，那林怀安可是个狠角色，您就这么赌动他会露面？此人手段毒辣，却也重亲情。你们只需放出消息，说有他母亲和妹妹的独家消息，他定会自投罗网。这里最是藏污纳奏，油锅里的银子他们都敢拿去花，买命最是合适。阿弥陀佛，还多亏了施主的玉佩。那贼子原本警惕得很，见了玉佩才随我等上路。用嫡母的钱杀嫡母的儿子，还真是痛快。林怀安一死，镇国公府怕是又要背上买凶杀人的黑锅了，真是可怜。是你杀了他！母亲，您别太伤心了。夫君死了，小儿子死了，如今大儿子也走了。我理解您，换作是我，也会痛不欲生的。我都这样设身处地为您着想了，您怎么还骂我？真是不识抬举。我都这样设身处地为你着想了，你为什么还要骂我？既然您这么有精力骂人，那这药也没必要3日1次了。成哥，你看，我说她是我亲生女儿，怎会日日往我药里下毒？成哥，当初是姑母糊涂了，才让这贱人替了你变妹的位置。你快杀了她，去帮我找回真正的玉容。姑母所说可是真的？表兄既开口问了，可见心里已经信了他，不再信我了。母亲说的没错，我确实不是真正的玉容。抄家当日，母亲为了保全姐姐，强逼我假扮嫡女。身为庶女，我命如草芥，母亲的命令我怎敢不从？事关欺君之罪，一旦泄露，便是满门抄斩，我怎敢轻易吐露？这些日子，我每晚夜不能寐，生怕连累了王家。再者，你是我心仪之人，我怎舍得你因为母亲的欺君之罪受牵连？可要说给母亲下药，我是万万不敢认的。成哥儿，你莫要信了这贱人的谗言！你我进来时，他分明正往药里撒东西，我亲眼所见，看，证据就在他手里。古书上说，以人血如药，最是滋补。我出身卑微，没别的好东西，只想让母亲快点好起来。你巴不得我早点死！你这毒妇怎会有如此好心？够了！姑母今日是病糊涂了，你要记住，从始至终我只有你这一个表妹。你真名叫什么？满满。对，我叫满满。我娘希望我以后的日子圆圆满满。那我以后便叫你满满。药罐里的毒我已经替你解决了，以后做事莫要再给人留下把柄，更不能让自己受伤。表兄，你在说什么？你以为那些药渣真的没人看？每日留下的药渣都要经服医检验，若无我私下动手脚，你早就暴露了。是我心急了，身边只剩下这最后一个仇人，我竟少了谨慎。满满，你可以试着相信我，我是真的心仪你，为了你，我可以是任何人的从犯。表兄，我怕，我真的好怕，我也是这样怕。莫哭，以后万事有我在，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些能查不出的毒药。我允了，以后满满，如今真相只有你我知道，王家100年门第，断不会容许一个来历不明的庶女做主母。那表兄的意思是？我不忍看你当姨娘受委屈，我在府外为你置办一处宅子，在那儿无人管束，你便是我名正言顺的妻。你这般聪慧机灵，定能明白我的苦心。以后我会时时护着你，就像护着那只小猫一样。你且安心等我安排。若在以前，他这种自诩君子的人，绝没有这样冒失的举动。变了，都变了。他居然以为得知了我的秘密就能控制我，
他那高高在上的保护欲真是令人作呕。他怎么敢如此羞辱我，竟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他看我的眼神哪里是在看一个女人，分明是在看一只摇尾乞怜的狗。我蛰伏谋算这么多年，为的是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下，不是当一个见不得光人人可践踏的外室。凭什么那些蠢货能过富贵日子，偏我不可以？汪文成，你最不该做的就是轻视一个杀过人的女人。玉柔儿啊，是母亲害了你。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怎么会呢？我是来告诉你喜事的。嫡姐简碧前日去了，她被我毁容之后确实活得辛苦，全靠想着您才吊着一口气。可郑国公府的人恨透了林家，专让她去江西。前日天寒，她饥寒交迫，一头栽进水盆里，被那半寸深的水生生淹死。我想她死的时候也是像您这般瞪着眼离去的吧。母亲别怕，地府路长，您不会孤单的。父亲和林天佑就是吃了我下毒的点心死的。那个要回来救您的大哥哥，人头也是我买下的。你们全家都死在我一个人手里，下去了一定能团聚，您该高兴才对啊。娘，我终于为您报仇了。3年光阴转瞬休逝。小姐真是美貌过人，奴婢瞧着您这脸蛋竟生得比这满园的牡丹还要明艳动人呢。表妹，3年了，你终于出了这冷清的孝期，从今往后，你我终于能举案齐眉，再不分开了。蓉儿在这院里守了3年，除了表兄，竟是一样体心的东西都没了。只要你开口，没说这屋子里的，便是王家的宝库，我也随你挑。走水了，快救火啊！表小姐还在屋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从此世上再无林表妹，只有她王文贞金屋藏娇的玩物。满满，虽然我在府里已有正妻，但你该知道，我心中最爱的始终只有你一人。这是我积攒的所有家当，全交于你保管，全当我的聘礼。表兄，我只怕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若真让王家或者圣上知道我在这儿，满满除了死，再无第二条路了。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亲自办的万全准备，从此你便是这富商家的孤女，身份清白，任谁来查都不知。这话我自然是信的。他成婚后掌控了王家大半权势，我几次想逃，他都能早一步得知。这身份名义上是保护，实则是这别院的锁链。满满，别再想着离开我了，在这儿，除了名分，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名分不打紧，只是表兄，若我要你的命，你也可以给我吗？你这丫头又在胡说。我知道你自幼受尽苦楚，总是疑心有人害你，但今后你只能依靠我，也只能相信我。说得好听，若是让你院里那位母老虎知道了我的存在，我还能有命活吗？莫怕，凡是知道你身份的人，早就被我解决了。今日这别院外，只有我最亲近的随从差，绝无人知道我来过这儿。满满，我终于娶到你了。你给我下毒！不对，你哪来的毒药？你的吃穿用度全在我眼子底下。表兄，你忘了，这药是你当年亲手给我的。表公，3年前你把它交给我时，曾说它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形。毒妇，妈妈。3年前的毒药，我只舍得给嫡母用了一点试试真假，剩下的全都留给你了。王文成，能得我这一滴泪，算你有福气。下辈子千万别试图掌控一个不爱你的女人。
随从定也是跟着他做尽坏事，死到一起也算干净。王文成，你不是想洞房花烛吗？我这就给你换一个新娘。我不得不佩服自己，学东西可真快。放火、杀人、礼带王荒，这都是你们亲手教给我的。娘，你看，你的女儿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奴才了，她的后半生终于捏在了自己手里。娘，我做到了，我终于摆脱了束缚，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我是王文成，洛阳王家嫡长子。公子，族中急令，让您上京接姑母回府。接姑母？如今侯府倒台牵连甚广，族中长老们往日最是避之不及，怎的突然变了主意？长老们说，到底不能落个冷情寡义的名声。且听说姑奶奶那儿还有位嫡出的林玉荣小姐，容貌上佳，若是安置得好，日后对王未尝没有可用之处。说白了，还是为了那点名声和利用价值罢了。既然是族中指令，我走一趟便是。不知廉耻的东西，在这种地方还敢摆出这副狐妹子相！在那充满污秽阴冷的牢门前，满目破败狼狈，唯有他，像一株历经风雨摧折，却风骨未折，干净纯粹的白玉兰。这便是玉荣表妹吧？多谢表哥搭救。身为王室嫡长子，见惯了名门千金的虚伪逢迎与刻意攀附，这般纯粹的脆弱与感激，竟让我心头莫名一动，那是从未有过的触动。若不是为了你，林家怎会落到如此下场？你这丧门星，还不快跪下反省！公子，林夫人这一路上对表小姐百般苛责，日日打骂，从未停歇。那一路上，姑母怨天尤人，她却始终隐忍。她并非表面那般柔弱，她聪慧机敏，甚至带着几分狠劲儿。可这样，反倒更让人心疼。这位表小姐也怪，夫人天天发脾气，她倒能静得下心来绣花煮茶。可不是，听说还给咱们夫人送了不少新鲜玩意儿，分寸拿捏得真好，连夫人都没话说。她从不在意母亲的冷淡，也不在意生活的清苦。她越是这样通透坚韧，我就越是想护着她，想让她一辈子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你在做什么？表兄，我不是林玉柔，我叫满满，我只是一个被逼着替嫡姐顶罪的庶女。他林家不舍嫡姐受苦，便是要我当那替罪羊啊！求表兄怜惜。我被她的柔弱骗了，可这般狠绝又娇柔的她，比之纯粹的娇弱更具吸引力了。而且，既然你的秘密在我手里，那这辈子你就只能留在我的身边。慢慢，我给他不易察觉的毒药，给他庇护，看着他像个冷静的猎人，送姑母走向死亡。我本该将他悄无声息地解决这件事，但我心软了。事情都办好了吗？是，别院已经备好，户籍录制也办妥了。公子，您真的不给表姑娘，不，满满姑娘一个名分？以她的出身，进王家大门是难了，但我会在这别院里给她想要的一切。她除了依附我，还能去哪儿？那时我以为我掌控了她的一切，却不知道像她这样从泥沼里爬出来的人，最恨的就是掌控。为了自由，她会铲除一切障碍，可笑我看不清，或者说认为她做不到。表哥，我终于能陪在你身边了。好，满满，你终于是我的了。你给我下毒，我对你不薄。表兄，你给我的毒药我一直留着呢。原本我也是不打算杀你的，费力不讨好。可惜你怎么就想着让我当你的见不得人的外室呢？用你给的药杀你，你该知足了。你最不该做的
就是试图掌控一个拼尽全力奔赴自由的女人。她柔弱，我但没想起来她能在我那姑姑手环我，又怎会完全顺着我的心意被我囚在这方小院？满满，娘没本事，只盼着你以后能走出这高情，过得圆圆满满的，没有欺辱，也没有苦难，那才叫好日子。又来讨早安了。圆圆，快来，我们出门去。满满姑娘，今儿刚出炉的绿豆糕还冒着热气儿呢，给您包2块。成啊，小哥，那我要那块最酥的。圆圆闻着你家这味儿也馋得慌呢。姑娘，瞧瞧这新到的狐绸，衬您的肤色正合适，拿回去裁身春衣。颜色是好，这布料质感也确实是上乘。可我这整日抱着猫的人，穿上这身衣服啊，怕是没半日就给这小祖宗抓花了。多谢。满满姑娘，买只纸鸢回去，瞧这小猫眼珠子都快粘上去了，买回去啊，这小猫指定很高兴。它呀是想上天抓鸟呢，不过这日子也确实适合放纸鸢，给我拿上一个吧。京城的街宽而冷，人心隔着重门，这儿的街虽窄，却能让这烟火气实实在在的暖进心里。阿婆，来些桂花糕。满满姑娘来了，老婆婆一听这圆圆的叫声，就知道是你来了。圆圆乖，圆圆也有，快拿着。圆圆，快谢谢阿婆。每次来阿婆这儿，圆圆都有好吃的，您都把她给惯坏了。方才路上就一个劲儿想往阿婆院里跑呢。那感情好呀，若是这般，老婆子日日都能瞧见圆圆。阿婆，您看圆圆这一身黑毛，油光水滑的，小猫胖些才好，肉乎乎的有福气，招人疼。你家圆圆性子可真温顺懂事，我活了大半辈子，少见这般乖巧的小猫咪，安安稳稳窝在你怀里，不吵不闹，格外贴心。可不是吗？阿婆，当初偶然捡到它的时候，它就安安静静望着我，打小就温顺听话，一直都这么乖。哎呦，它还应声呢，这灵性简直跟人似的。娘说人间4月天是顶好的时节，她说这话时正抱着我坐在破旧的屋檐下，春日雨水多，眼角滴答答答落着出的小珠子溅在她手背，像刚出笼的米糕。那一年我5岁，5岁前的记忆大多是模糊的，音色她身上的香气我记得称奇，不是脂粉，也不像府里其他姨娘熏的檀香，而是一股清冽的类似草木的味道，像是采过茶晒过药，手指缝里都透着干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苦。娘姓严，没名字。牙婆把她从南边庄子领进府时，只在册子上记了个阿严。彼时老侯爷刚过世，府里要守孝3年，新袭爵的父亲却强要了当时是婢女的娘。那丫头生得好是好，就是太瘦了，一看就好拿捏。刘嬷嬷的原话，娘在窗外听见了，也只能垂着头不说话。1个月后，娘怀了孕。消息传出来那天，嫡母摔了一套茶盏，砸了一扇屏风。凭他也别恼，这孝期里的玩意儿是给不了名分的，顶了天就是奴婢的身份，捏在您手心里为奴为婢的东西，夫人别气坏了贵体。嫡母没说话，但娘跪在院外整整2个时辰，也没等到一句起来。那天下着雨，夫人说了，你既怀了身子，往后就安生些，别学外面那些狐妹子，孝气都往爷们儿跟前凑，不安分的东西。好，娘在偏院生下我的时候，
嫡母并没有请大夫，说是这样的丑事传出去污了府里的名声。据说我没哭，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像只小猫，是个姑娘。接生婆子皱着一张脸报给主院，嫡母听了，嘲笑了好一阵子。真该庆幸是个女儿。娘给我取名叫满满，满满，你要圆圆满满的。娘这辈子就算缺了脚，也要你圆圆满满的。我记事早，许是因为苦日子被迫催着长大的孩子都这样。4岁那年除夕，府里张灯结彩，主院摆了大席，我和娘自然上不了桌，只能在偏院等着下人送些残羹来。送来的是刘嬷嬷，她端着食盒，一碟子蒸鱼，一碗炖鸡，还有2碟点心，满满当当一盒，看着比往年丰盛许多。我那时小，不知道什么是恶心，张口要吃。满满乖，咱们不吃这个，娘给你煮面。那碗面没有半点油腥，只有几根青菜叶子。满满吃得多才能长身体。后来我才知道，刘嬷嬷送来的东西是照着嫡母的吩咐，从厨房最偏僻的角落捡出来的。这样的事在娘身上发生了太多次，嫡母不会亲自来骂她，只是让府里所有人知道，在校期爬侯爷床的我娘，在府里就是最低贱的玩意儿。丫头婆子抢她的炭，厨娘少她的菜，洗衣的婆子把她的衣裳跟下人的混在一起，娘忍了，她忍了很多年。我6岁那年春天，嫡姐林玉荣来偏院里玩，她是嫡母的心肝，父亲的掌上明珠，整个侯府都捧着她。她好奇地看着我怀里的小猫，那是一只小黑猫，娘从后院捡来的，瘦瘦小小一团，我养了整整2年，是我唯一的玩伴。给我。她年纪小，却已学会了嫡府那套。闹声引来了娘。大小姐，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您看上猫了，改日我弄只更漂亮的给您送去。这只小猫又脏又瘦，不该脏了您的手。嫡姐看了娘一眼，她比嫡姐大几岁，个子高出大半个头，眉眼间已有侯府公子的气派。她站在院门口，看清楚了局面。记住，打人不能光打皮肉，要打断他的筋骨脊梁，让他这辈子见着你都只想下跪。妈妈别怕，娘在，娘在。她走了，可她明明也在抖。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不哭，娘教我的。疼的时候忍一忍就不疼了，你越是不哭，他们越无趣，越无趣就越不来招惹你。娘也忍了很久吗？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娘笑起来跟平时不一样，像一朵花还没开就被霜打蔫了，勉强扯出个形状。娘忍了大半。8岁那年秋天，娘病了，起初只是咳嗽，入冬后越发严重，夜里发起烧来，她想喝水，嘴唇干得起皮，却还要先问我冷不冷，饿不饿。我把攒了大半年的月钱翻出来，偷偷去后门求了个跑腿的小厮，去外面抓了几服药。娘喝了药，好歇了2天，第3天又倒下了。娘，满满，我的满满啊，我走了，你又要如何生存呢？满满，这是他攒了许久的荷包，娘没什么能给你的，这个收着，里头有娘从前攒的一点东西，等你大了用得着。我不要。他攥紧我的手，力气大得出奇。满满乖，你记着娘的话。娘，你别说了，别说了，娘。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满满啊，我的满满。我没说话，他把头转向窗外，外头正落着雪。人间4月天是好，可惜春天太短了。那是他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娘死的那天来的人是刘嬷嬷，她看了一眼床上的人，又看了一眼跪在床边的我。这奴婢染的是10亿，怕过人，尸身不能久留，得尽快处理。我扑上去咬她的手，小贱蹄子，跟你娘一个德行。后来床沿空了，娘被抬走了，我不知道她被抬去了哪里，只记得那天也下着雪，跟这个冬天一样冷。我跪在偏院的雪地里，盯着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愣了好久好久。院墙外不知哪里传来丫鬟们的说笑声。又过了1年，我9岁了。有一回府里办大宴，嫡母带着嫡姐在前头招呼客人，丫鬟婆婆都挤到主院伺候去了。偏院空荡荡的，落针可闻。我悄悄进了娘的旧屋子，那间屋早被改成了杂物房，堆满了破桌椅、旧纱帐和一些发霉的棉被，银子都碎碎的。娘在侯府这些年，只偷偷攒了这么几个钱，全给了我。我把荷包贴在心口，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我擦干净脸，到主院去给嫡母请安。嫡母正在梳妆，她透过瞳镜看见我，眉头皱了一下。一大早的来做什么？我又磕了个头，退了出去。从主院出来，天已经亮透了，日头从东边探出来，洒在侯府的屋脊和墙瓦，照得朱红柱子泛着温润的光。我一路走回偏院，脸上挂着笑，见谁都是柔柔打招呼。婆婆丫鬟们有些意外，悄悄议论了几句，我没理会。我会拼尽全力给自己拼一个圆圆满满的结局。